姚小姐哪还有闲心去管旁人？她瞪大了眼，随即崩溃的摇头：“我不信，我还是不信。”秦老师，对，秦老师，你说，你刚刚不是也说蓝二少弹的肯定比他好吗？不过是一首小星星，第二首也不知道是什么曲子糊弄过去。你明明开始告诉我这个人绝不是。蓝曦臣怔了怔，刚刚他急着与弟弟说话，差点忘了在门外听到的话。一向温和待人的他脸现晕色，道：“秦老师，刚刚你说的话是否真心？”秦老先生非常愧疚，非常抱歉，蓝总，您不用说了。蓝曦臣摇摇头，严肃道：“虽然无缘与您见过面，可我叔父曾跟我提过您，说您是德艺双馨的古琴大家。虽然在业内叔父的名气较大，可他一直对您多有赞赏。可是忘机刚刚的欧陆忘机行云流水，毫无瑕疵，到底是何处韵味不足？还请秦老师赐教。”秦老先生没想到蓝启仁居然私下对自己的评价这么高，当下更加愧疚了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对不起，秦老师，您不该对着我道歉。忘机当初为了练琴，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哪怕是他天赋再高，没有自身的努力也弹不出这种琴音。而您，身为古琴界的泰山北斗，居然为了一己私欲说出这样不符合您身份的话来，您难道不会觉得愧疚吗？秦老先生越听越觉得自己愧对这么多年来的坚持，一瞬间仿佛老了10几岁，连肩头都深深地垮了下去。他一步一步走到蓝湛面前，向他深深鞠了一躬。蓝湛有些迷茫，他看了一眼魏无羡、魏婴，魏无羡知道他不清楚这位的身份，所以对他之前说的那些话也没有太多认识，于是对他笑笑：“蓝湛，你别担心，这位秦老师刚刚说错了话，是来向你道歉的。”蓝湛轻轻摇了摇头：“不用，我本就需要进意，老师说的对。”他现在都想不太起来刚刚谈的什么，这种记不住谱的现象非常不好，以后还要多多练习才可以。听他这么说，秦老先生更加觉得无地自容了。蓝二少，你刚刚弹得非常好，就算是我也无法达到你的境界，完全称得上是有但远之志。我为我刚刚的评语向你道歉。蓝湛眨了下眼，淡漠地说：“无妨。”魏无羡很开心，我就说蓝湛你弹得特别好吧。见魏无羡很喜欢自己的琴音，蓝湛也觉得心里很高兴。姚小姐现在整个人都像霜打了茄子一般，要不是靠着桌子可能都要跌坐在地。她现在万分后悔为何会惹上这两个人，若是当初她相信魏无羡的话，对这位蓝二少爷礼敬有加，是不是她还能趁此机会搭上云深集团？姚氏现在是兰陵旗下，想要再上一层楼的话，搭上云深集团会是很好的选择。就算是给他100个极优 Omega 或 Alpha 都换不来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按照蓝金两家的关系，恐怕连金副总都会对他们姚家心生不满，他一定会被自己的父亲骂死，经济来源也会全部断掉。金光瑶却对此刻万念俱灰的姚小姐视而不见，她的声音冷得像冰：“姚小姐，有一件事我想问一问你，听说您现在的管家是国际通缉的在逃犯，您可否告知此人去向？”魏无羡立刻想起了当初被蓝忘机信息速压的跪倒在地的那位 Alpha 管家，突然觉得脑子里嗡嗡的，有一种恶心作呕的感觉升腾起来。蓝湛赶紧扶住了他，担心道：“魏婴。”蓝曦臣也担心地走到他们身边，先好好的看了看自己的弟弟，见他满心都在这位 Omega 身上，心中觉得有趣，不过现在情形不太方便，他也不好多说什么。魏无羡干呕了一下，觉得实在不太舒服，想着他也没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酒宴上的东西别人也都吃了，他怎么会突然觉得恶心呢？蓝曦臣看他这反应，突然福至心灵：“魏先生，你这不会是怀孕了？”蓝湛以为他知道魏无羡为何会如此，一双与蓝曦臣相似但颜色更浅的眸子焦急地看着他。看着这么纯洁的眼睛，蓝曦臣把话吞了回去。他哪能看不出来魏无羡根本没有被人标记过，而且江丰眠告诉过自己，蓝忘机现在的心智倒退到了儿时，又怎么会去标记别人？金光瑶已经体贴地倒了一杯温水：“魏先生先喝口水吧。”蓝湛接过水送到魏无羡嘴边，小心地喂他。魏无羡头晕晕的，身边有2个极优 Alpha 的存在，令他略微不太适应。
喝了半杯水后，无意识在信息素令他更舒服的蓝湛怀里蹭了蹭，然后微笑着说：“没事，可能是吃坏肚子了，去个厕所就好。”蓝湛想了想道：“我陪你。”别，蓝湛，你还是跟你哥哥聊聊吧，我不过是去个洗手间而已，马上就回来。魏无羡拍拍他的手，让他放松些。你不是跟我说过你家里有个兄长吗？这就是了，你看你们长得这么像。别怕，我不会骗你的。蓝湛抿唇又看了一眼蓝曦臣，见他面上期待之色太过明显，自己虽然潜意识更依赖魏无羡，但对这个人却也打从心底的不想让他失望，只好点点头，有一点点不情愿的开口：“好。”蓝曦臣心花怒放，他觉得弟弟就算失忆了，心里还是有自己的，但理智上还是控制好情绪，对魏无羡道：“不然我让李经理陪你去。你看起来脸色也不太好，头上还发了汗，需不需要请医生？”正好他们叫了医生来为蓝忘机检查一下，也可以顺便给魏无羡看一看。魏无羡连连摆手，随口道：“不用了，肯定是我刚喝的那杯酒。我平时不太喝葡萄酒，都是白酒比较多，估计是不太适应，所以难受，吐一吐就好了。蓝湛身上也有我给他买的手机，有事的话我就打电话。”蓝湛摸了摸口袋里魏无羡给他买的白色手机，郑重的点头：“好。”魏无羡见场上没什么事，姚小姐已经六神无主的被人扶到椅子上坐好，刚刚金光瑶的那句问话彻底击碎了他的心理防线，恐怕再大的动静都无法惊扰到他了，于是放心的朝蓝湛挥挥手往卫生间的方向而去。欧阳小姐半路截住了他，悄声问：“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刚刚我还想为你们说话来着，可是怎么连蓝总裁都到了？而且我看蓝二少爷的神情似乎也不太对劲啊。”魏无羡离他远了点，等下你身上 alpha 的信息素扰的我有点不舒服，回来告诉你。对了，你给我喝的什么酒啊？怎么我觉得挺难受的？欧阳小姐疑惑道：“就是侍应生拿给我的白葡萄酒啊，我也喝了一杯，怎么我没事？难道真不是酒的问题？可我也没吃什么呀，跟着蓝湛吃了点粥，而且蓝湛也没事，怎么就我身体不舒服？”魏无羡百思不得其解，但他也来不及多想，捂着嘴就往卫生间跑去，留下欧阳小姐一个人。他想了想，给江澄打了个电话。魏无羡扶着卫生间的洗漱台干呕了好几下，然后用冷水冲了冲脸，抬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此刻卫生间里已经充满了香甜的信息素的味道，魏无羡脸颊已经完全红透了，可他却没有半点身在发情期里的感觉，只是觉得昏昏沉沉，还想吐。怎么回事？我明明已经打过抑制剂了。魏无羡靠在冰凉的台子边，从口袋里拿出备用的抑制剂，再给自己打了一针，可情况依旧没什么好转。没用的，你放弃吧。冰冷又邪恶的声音忽然在魏无羡耳边响起，令他赶紧倒退了3步，靠在墙上。